2024年11月5日，川普以大比分领先赢得了美国总统，不仅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就业年龄最大的总统，还是首位2度当选但任期不连续的美国总统。然而，这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颇受欢迎的老头，对中国却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不仅在上个任期发起了贸易战，还在本次总统竞选中多次提到了上任后会立即对中国加收60%的关税。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关税。接下来内容将分成3部分。第一，先来聊点全球贸易相关的知识作为铺垫。第二，复盘一下美国贸易战的历史。第三，若川普真的加收关税，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说到全球贸易首先要提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以更低的生产成本生产某种产品，就具备绝对优势，应该大力发展这种产品的生产，并换取自己不具备生产优势的产品。比如澳洲有丰富的铁矿，在生产铁矿石方面就具备绝对优势，而中国擅长生产玩具，那澳洲就应该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并进口中国的玩具。但问题来了，有的国家工业起步的比较晚，生产效率大大低于工业化成熟的国家，基本生产任何产品都不具备绝对优势，那么他们可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吗？这就要提到另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假设澳洲在生产铁矿石和玩具这2种产品跟中国相比都具备优势，但优势的程度有所不同，比如生产铁矿石的优势更大一些，而生产玩具的优势更小一些。那澳洲在优势更大的铁矿石生产上就具备比较优势，而中国在劣势更小的玩具生产上也具备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就是谁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更低，谁就具备比较优势。正是因为比较优势的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才会在全球贸易中也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的热潮中，国际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重从1970年的 25.8% 上升到了2022年的 62.5%， 也催生了像中国这样的全球制造中心。从全球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显然可以增加生产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怎么支持完全自由的贸易。川普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觉得别的国家在自由贸易中占了美国的便宜。常见的反对声音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是自由贸易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比如华为的 5G 设备在全球领先，但欧美国家担心华为可能通过 5G 设备收集数据，威胁国家的网络安全，所以美国、澳洲、日本等国家就直接禁用了华为的 5G 设备。第二个是保护本地的就业。21世纪初期，受进口廉价钢铁的冲击，美国的钢铁行业遭受了重创，许多美国钢铁公司宣布破产。川普就曾多次提到过，制造业外迁使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流失非常严重，为这部分人发声也是川普赢得本次选举的原因之一。第3个原因是反倾销，比如欧盟最近开展的反补贴调查，就是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补贴促使廉价的电动车出口到欧洲，伤害了本地的汽车企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就叫倾销，而抵制这种行为的手段就叫反倾销。反对自由贸易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关税。关税是指一个国家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比如一辆原售价为50万人民币的进口汽车，中国政府对其征收25%的关税，也就是12.5万人民币。这时候汽车公司为了维持原有的利润，就不得不以丧失一部分市场竞争力为代价进行相应的价格上涨。所以关税不仅可以限制其他国家的产品，还可以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其实川普政府并不是第一个喜欢加关税的美国政府。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第一，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1929年3月，胡佛就任美国总统。同年夏天，经济出现萧条，为了挽救美国的工厂，一些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个提高关税的计划，在1930年被正式命为斯姆特霍利法案，并开始生效。
对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有的甚至高达60%。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第一个就是加拿大，对美国16大类的产品征收30%的关税。随后欧洲加入，法国甚至将所有的美国本土产品都拒之门外。后来就连墨西哥、古巴、澳大利亚也都纷纷加入，一场席卷全球的贸易战就此展开。1929到1934年间，全球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美国遭受重创，失业率最高高达惊人的25.1%。1934年，斯姆特霍利法案被废除，罗斯福总统上任后签署了关税互惠法案来降低关税，最终23个国家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今天 WTO 的前身。第二，美日贸易战。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据 CNBC 报道，在1973年，日本乘用车在美国汽车市场的占有份额仅为 6.5%， 但是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上升为 21%。8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高达500亿美元，美日贸易逆差占美国整个贸易逆差的30%到40%。因此，美国开始对日本汽车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但日本就比较软，为缓和美国政府不满而自愿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制造商也不断的在美国开设工厂。第三，钢铁贸易战。21世纪初，全球钢铁产量过剩，导致美国的钢铁产业陷入困境。于是，小布什政府决定对28个国家的进口钢材征收8%到30%的关税，并对14种钢铁产品实行进口限额，就导致中国、欧盟和日本等国的强烈抗议，认为美国的行为违反了 WTO 的规定。欧盟威胁要对涉及2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日韩则向 WTO 提起诉讼。2003年 WTO 裁定美国的钢铁关税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并授权受影响的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面对压力，最终美国撤销了对钢铁的关税政策。最后一个是中美贸易战。起初是川普政府展开了301调查，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随后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收关税。中国呢也不服软，对美国也加收报复性关税。随后双方就展开了拉扯，不断的互相加关税，导致最后美国对中国加收关税的产品高达500多亿美元，甚至威胁要对所有的中国商品加收关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2018年的 3.1% 增加到了2020年的 19.3%。眼看事情要变得无法收拾，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开始了谈判。随后中国承诺在2020和2021年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美国承诺暂停对新的中国商品加收关税，并降低部分税率。不难看出，美国这个国家在贸易上也是不讲武德，动不动就加收关税，不只针对中国，觉得哪个国家侵害了美国本国的利益就加收关税。所以川普在竞选中提到的关税政策可能不只是说说而已。从历史上看，美国一直有加关税的传统。从经济学上看，这对川普想要使美国制造业再次强大的目的也是重要的一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川普已经邀请莱特希泽再次出任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上任川普政府的贸易代表，也是中美贸易战争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他的新书 No Trade is Free 中，系统性的批判了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更多的服务于跨国企业和资本家，而非普通劳动者。莱特希泽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外包不仅使美国失去了大量岗位，还导致制造业工人的实际收入自1990年以来停滞或下降。同时，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导致美国依赖外国商品，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莱特希泽还在书中批评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补贴和国有企业垄断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且中国还通过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获取美国企业的技术，破坏了公平竞争。
由此可见，莱特希泽反对自由贸易是有着非常深入的原因。所以如果他真的回归美国贸易代表的职位，那新一轮的贸易战可能真的会发生。那么川普潜在的关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跑得如何了。按照消费法计算，一个国家的 GDP 分别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进出口组成。所以政府也常说消费、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对了解中国经济的人而言，中国经济真正的三驾马车是基建、房地产和出口。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三样占中国 GDP 的比例最高。比如根据哈佛大学开尼斯的计算，在2018年，中国的基建和房地产加起来占整个 GDP 的 32.9%， 虽然很恐怖，但仍旧低于消费的占比39%。之所以说基建、房地产和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因为它们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2000年到2010年，以基建和房地产为核心的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长速度，是拉动 GDP 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政府还特别喜欢用大规模基建来提振经济。比如次贷危机时期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其中有 70% 都用在了基建上。知道了中国经济真正的三驾马车后，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基建、房地产和出口的现状如何。首先是基建，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是我国基建资金的主要来源，包含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和发电设施等等。最近几年，这个数据从大幅增长到连续下滑。另一个和基建密切相关的就是挖掘机，挖掘机产量的同比增速在最近几年也出现相应的暴跌。由此看，基建这匹马已经跑不动了。不过这也不奇怪，所以基建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地方政府正在被债务压垮，甚至多地出现了公务员欠薪的传闻，自然也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的大搞基建项目了。再来看第二驾马车，房地产。新开工房屋面积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领先指标。2020年疫情爆发，这个数据开始下滑，随后连续暴跌，今年已经下滑到了2007年的水平了。相应的，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也一路暴跌到了07年的水平。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最惨的还要数房地产公司。从恒大开始，最近几年不断的有房地产企业发生暴雷，包括融创中国、碧桂园等房地产巨头企业。虽然最近的各种利好政策让10月份的销售数据大幅增长，但在就业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房地产行业的下行趋势难以改变，因此房地产这匹马也很难跑起来了。最后来看出口，在最近几年，出口在三驾马车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疫情之后，中国的出口水平远远高于疫情前的时期。然而，川普政府60%的关税，很可能压垮这中国经济的最后一辆马车。如果60%的关税政策真的被实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大幅降低。那这会对中国整体的进出口有多大的影响呢？答案是非常大。原因很简单，虽然贸易战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已经大幅减小，从2007年峰值的21%，现到今年1到9月份的10.6%，但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占中国总进出口的比例仍然非常大。简单说，就是美国仍然是中国赚钱最多的国家。以今年1到9月份为例，根据中国官方的进出口数据，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14.6%，但对美进出口占中国总进出口的37.4%，这还不包括中国企业绕到墨西哥等国家流入到美国的产品。除此之外，对美出口的降低还将严重影响许多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导致他们破产，从而影响消费和投资。根据瑞银集团的估算，美国加征60%的关税，可能在随后1年里降低中国经济增速2.5个百分点，也就是今年 GDP 增长目标的一半。其中约一半的拖累来自进出口的下滑，其余来自对消费和投资的间接影响。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种最简单的情况。中国面对新的关税，很可能会推出报复性的手段作为反击，比如对美国也加收关税，或限制关键性商品对美出口，也可能让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巴伦周刊和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道，如果川普政府带来的压力过大，中国政府有理由让人民币塌方式下跌，届时同样依赖出口的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可能也会选择贬值本地货币，导致一场新的亚洲金融危机。而美国方面也依然面临通胀的压力。2024年9月份，美国副业 PCE 价格指数同比仍然高达 3.7%， 并且已经连续2个月没有降低。关税政策本身就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提高通胀。更何况川普提到的其他政策，比如驱逐非法移民和大规模减税，也是提高通胀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让美国承受非常高的代价。随后，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件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我想对还在中国股市里狂欢的人说一句：川普的风险，你们有认真的考虑吗？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